欢迎来到雷霆 Lab， 让观察带电，让观点发光。我是婷。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当你坐地铁的时候，等外卖的时候，一个人吃午饭的时候，晚上睡觉前，刷会手机放松放松，你会看社交媒体，还是读网络小说，逛购物网站，还是打会儿游戏？你相信吗？超过一半的人会打开的是短剧。本来只是想看1-2集放松一下，结果一抬头，个把小时就这么悄悄过去了。根据最新数据，2025年中国微短剧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.96亿人，占网民总数的近70%，日活用户达4亿。也就是说，每10个上网的人里，有7个刷过短剧，其中4个每天都刷。更夸张的是，短剧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了120.5分钟，超过2个小时。以短剧平均每集2分钟计算，每天能刷60集。这短剧究竟有什么魔力呢？这一次，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我不会让你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如果你经常看短剧，一定对这样的剧情非常熟悉。霸道总裁爱上平凡新人，重获新生报复前世仇家，赘婿逆袭继承上亿家产，豪门恩怨小三终食恶果。在传统影视剧里，主角想要复仇得隐忍铺垫，甚至历经生死，但在短剧的世界里，编剧把复杂的人性讨论全部抽干，只剩下最纯粹的受辱、隐忍、反击、报复。他通过高频的抽离重塑，为你构建了一个现实中绝对不存在的公平世界。再加上3秒一个巴掌，15秒一个反转，霸总为了救人可以从直升机上直接跳下，恶人见死不救的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搬了3年砖的龙王，一个电话调动全球战机，被退婚的赘婿其实是掌控世界命脉的医尊。莫名其妙的剧情让你的大脑不断颅内高潮，剧情越离谱，爽感越真实，这本质上是一场内容的脱水革命。3年之期已到，快请至尊归位。那为什么短剧技术套又荒诞，没有逻辑，还简单粗暴，却能让人一刷就停不下来呢？首先，短剧的法则里，3秒必给冲突，直接羞辱、分手、3巴掌、翻脸，不铺垫、不解释、不慢热，他根本不给你的大脑思考这合理吗的机会，情绪比逻辑先到达，让大脑在短时间内完成判断，有事要发生，而不敢划走继续观看。然后每一集都故意停在真相马上要说出口，反杀刚要开始，身份马上曝光这样的重要节点，触发心理学上的蔡格尼克效应，未完成的事比完成的更让人惦记，引诱你点开下一集。最后他精准命中被压抑的现实情绪。短剧几乎都在解决同一组情绪问题：被看不起，被忽视，被不公平对待，然后给你当众翻盘，全力反转，一句话定生死。这是现实中极少发生，但人人渴望的情绪补偿。短剧精准击中了人类注意力与情绪系统的弱点组合，对短剧的上头是一种结构性上瘾。短剧能制造出这种爽感，绝非偶然，而是在极其残暴的流量博弈中被用户选择出来的。早期的短剧更接近于传统影视剧的微缩版，但逐渐那些不够快、不够爽的，因为播放数据不够好，被算法所淘汰。随着观众的阈值越来越高，短剧的剧情变得越来越夸张，不能在3秒内抓住眼球，就会被划走，在算法池里宣告失败。再说套路，经典的当众反杀、身份曝光、前任下跪、家族围剿，在不同的短剧里屡试不爽，这也是算法为观众筛选出来的。短剧不是在讲新故事，而是重复熟悉的情绪胜利。观众要的不是惊喜，而是预期中的爽，确认式的满足，情绪被正确释放。在这种机制下，短剧创作者不再卷艺术，而是卷钩子。他们把羞辱、复仇、亮身份拆解成标准零件，每1秒钟的价值都被算法计算得明明白白。那短剧这顿情绪大餐，是不是要让你的钱包失手？这1000万拿去给他解锁下一集。在短剧的世界里，霸总挥出的支票动辄以亿为单位，但在屏幕这头，你可能正为了省下几块钱的解锁费，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时间与隐私。
2025年，国内短剧市场已经有早期用户直接付费解锁的 IAP 模式，开始进入免费加广告的 IAA 模式。行业数据显示 ，IAA 模式的市场规模占比已稳步突破60%。在红果等头部平台上，混合模式 IAAP 这一比例甚至只比71%，免费内容正成为主流。这意味着曾经单纯的氪金时代正在瓦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极其精密的算法围猎。不想付费解锁剧情，那就看看广告吧；不想看广告，那就充个会员吧。会员费也不想付，没关系，还有其他方式。表面上，现在的免费短剧很人性化，但这种弹性策略本质上是在给用户做价格敏感度测试。平台通过混合变现，把用户行为分流。你愿意花钱，他就赚你现金；你愿意花时间看广告，他就赚广告费。哪怕你连广告都不看，每次都划走，你也在帮他做测试。短剧平台通过不同的支付方式吸纳更多的观众，再通过细碎的行为数据分析结果，更精准的投放内容，进一步把你锁定。3分钟，我要这个人的全部资料。算法归位，我要这个人的全部资料。霸总动不动就要在3分钟内查清女主的全部家底，而在现实中，算法对你的个人偏好和弱点的排查，可比这句台词要高效得多。在屏幕的每一个滑动，每一次停留，其实都是在给算法推送数据，为即将开始的算法囚徒困境做准备。如果你今天在龙王反杀里停留了5秒，算法明天就能让你的信息流里全是恭迎龙王。你越看霸总，他就越推霸总，直到你的整个屏幕里只剩下龙王和霸总，刷不到其他内容。于是你陷入了算法为你量身打造的信息茧房。而习惯了短剧3秒必出爽点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进长篇文字，甚至连一部节奏正常的电影都觉得太慢。你对复杂事物的耐心被慢慢磨掉，你的审美习惯被算法强行降级，而创作者也在被算法奴役。如果前3秒的跳出率太高，这整部剧就会被流量池抛弃。为了能在这种生存赛里活下来，短剧创作者不敢尝试有深度的表达，只能扎堆生产那些高刺激、短平快的工业废料来讨好算法。不过，在被无脑快感和狗血剧情包围的荒诞世界里，短剧真的就一无是处吗？让我们关掉这些偏见，去看看那6.96亿人真实的生活，或许能找到一些不一样的答案。知错了吗，我的夫人？知错了，再也不看广告了。根据多家权威机构的调查报告，短剧用户男女都有，女性略多，年龄跨度从15岁的青少年到60岁的银发族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3线以下的城市占比较高，最稳定的用户大多是普通上班族、个体户或者全职妈妈。他们生活在节奏被切碎的环境中，时间被拆分成无数片段，时而有空闲的时间，但又难以真正停下来休息。他们在现实中承担着各种角色与责任，需要在效率与压力之间不断调和情绪。对他们来说，短剧提供了一种轻量、及时、无需投入太多认知成本的情绪出口。在这里，情绪被迅速点燃，又被迅速安抚，委屈能被看见，失落能被补偿。在短剧中，他们获得了一种短暂却确定的掌控感。他们知道短剧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也不是什么高深的艺术。那些所谓的霸总、龙王、重生灰姑娘，经典套路一打开就能猜到结局，剧情漏洞多得能筛沙子。但它是一罐3块钱就能买到的快乐水，虽然没有营养，但真的能解渴，能让你在碎片化的时间里，短暂地从各种方案、报表和家长里短中抽离出来，呼吸一口名为爽感的氧气。在每一个被生活磨平棱角的瞬间，在划过无数个广告的间隙里，那短短几分钟的逆袭，是疲惫生活里一次心照不宣的越狱，卑微现实中一场不由分说的反击，更是荒诞世界里一份触手可及的慰藉。这些许短暂属于自己的小小确幸，让情绪得到了片刻治愈，而这种情绪的治愈本身就是真实的。2026年，短剧市场会冲击1000亿，正在变成规模更大的全球生意。AI 技术的驱动和精品化会让短剧的画面更精致，新的 AI 慢剧也在爆发，但短剧的内核不会改变。在越来越强的视觉冲击和越来越离谱的狗血桥段背后，它带来了熟悉感、
确定性和可预期的胜利。就像我们反复听同一首歌，不是因为不知道旋律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哪一秒可以得到安抚。只要能治愈那一刻的你，它就有意义。那么，关掉屏幕，化作归位。愿你在现实的剧本里也能活出自己的主角光环。让观察带电，让观点发光。这里是雷霆 Lab， 我是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